原作中的第4位男主角斯婉终于来到学院报道，然而对方却只与赫斯打了招呼，对旁边的娜娜视而不见。剑术课上，娜娜遵循皇太子的长高训练，用头顶树枝，期间她将对斯婉的不满情绪全部释放了出来。明明他们3个人都是青梅竹马，为何只记得赫斯？片刻后，娜娜平复了情绪。在小说中，男主一眼就认出女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然而她只是一个女配角，况且书中的斯婉性格十分刻薄，不与她有所交集反而是件好事。突然一道剑光打断了她的思绪，皇太子则被娜娜胡思乱想训练不够用心。娜娜用手指着头上的树枝做出反驳，她始终认为这种训练方式不会对身高有益，她让皇太子先练习半年试试看，如果有效果，她会继续努力训练。皇太子当下勃然大怒，他已经长得如此之高，何必费心费力呢？而且这种训练方式是他为了娜娜而设计的。就在这时，老师的呼喊声打断了两人的争执。他宣布从今天起，将有一位新生加入剑术专业。听到新生的那一刻，皇太子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，他的反应让娜娜心生好奇。然而当娜娜见到斯婉的那一刻，也有些出乎意料。正如老师所描述的那样，斯婉出自以圣魔法著称的布兰奇公爵家，大家都不明白，世世代代致力于研究治愈魔法的布兰奇家族，为何会有人专门来研习剑术？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斯婉的美貌。这时娜娜身边的皇太子神秘失踪，环顾四周才发现他藏在了树后。皇太子焦虑地咬着手指，皇太子心中疑惑，口中念叨着斯婉为何要来这里。娜娜疑惑皇太子为何要畏惧对方。面对娜娜的质疑，皇太子解释说他只是与斯婉合不来，因为他的剑术实在令人反感，一挥剑就是毫无章法的乱砍，丝毫不见技巧。小时候皇太子的衣服被斯婉连续削破了好几件，因此现在皇太子坚决不想与斯婉有任何联系。尽管娜娜也怀有同样的心思，然而她仍觉得皇太子的反应过于激烈。就在这时，斯婉疾步走了过来，他一边舞动着剑，一边向皇太子打招呼：“你是不是在躲我？这实在太令我心痛了。见到你的时候，心里真是欣喜若狂。”他还没等说完，皇太子找了借口溜走。见此，斯婉掠过娜娜，紧随其后。他的所作所为让娜娜感到厌恶，即使记不住自己，也不应该完全忽视才对。后来娜娜跟赫斯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能看到斯婉，无论是在教室内听课，或者是午休时外出品尝零食。因此，娜娜确定斯婉喜欢上了赫斯，毕竟对方每天都在赫斯的周围偷窥。与此同时，娜娜也意识到对方实际上的确在无视她，明明经常来找赫斯，却从不用正眼看她。想追求女生与她的闺蜜建立良好关系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怀着怨气，娜娜去上了剑术课，结果一到场地，就看到红绿灯三人组怒气冲冲地追着斯婉，三人的剑术服都被斯婉挑破了好几个洞。原来是红毛打算在下课时向女生表白，红绿灯三人组总是形影不离，因此斯婉擅自决定为三人制作了纯爱战衣。看到三人胸前的爱心，娜娜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但这也印证了斯婉的糟糕性格。与此同时，斯婉向老师求助，她一脸委屈地紧紧抓住老师的手，控告红绿灯三人组欺凌自己。老师果然受骗，责怪三人毫无气度，竟联手欺负一个刚来几天的新生。等老师带着三人去训诫时，娜娜意识到场上只剩下斯婉和自己，她怒视着对方，心想：看你这次怎么能无视我。斯婉和娜娜的目光交汇的瞬间，脸上的险恶笑容立刻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无措。她咬紧牙关，嘟囔着可恶，随即立刻转身逃离了剑术课。望着斯婉远去的身影，娜娜怀疑她并非无视自己，而是单纯的讨厌自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娜娜也没有再看到斯婉的身影，她心里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测。这时赫斯建议两人一同前往小卖部购买饮料，娜娜一直希望能够帮某位男主和赫斯牵线，想到斯婉对赫斯如此狂热，娜娜好奇赫斯内心有何想法。然而当她一提起斯婉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赫斯的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呆滞。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娜娜，你喜欢斯婉吗？赫斯的反问让娜娜有些出乎意料。他解释说斯婉可能对你有好感。听到这话，赫斯似乎有些不悦，皱起了眉头。得知斯婉每天来看自己后，他陷入了沉思。最后赫斯认真地嘱咐娜娜，其他人或许可以，但斯婉绝对不行。回到教室，赫斯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，一见到娜娜的时候，依然会面带微笑与她打招呼。与刚才态度强硬的赫斯完全不同，娜娜第一次感到对赫斯产生了陌生的感觉。当时无论她如何追问，赫斯都不肯透露原因。感到无聊的她准备去隔壁班找科里和皇太子玩，顺便向科里要些零食吃。然而一进教室，娜娜就呆住了，不明白为何斯婉又跑到这里和皇太子闹了起来。只见斯婉一边命令皇太子归还东西给自己，一边运用魔力操纵无数只纸鹤飞舞。随着他挥出一掌，纸鹤纷纷朝皇太子袭击而去，最终笔直地插入皇太子身后的黑板。被吓得目瞪口呆的皇太子被斯婉抓了个正着，旁边的科里劝他将录像还回去为好。说完，他的目光落在最佳观众席上的娜娜身上。科里向娜娜打了个招呼，身后的斯婉听到后，带着皇太子一同摔倒在地。娜娜和科里看后都无语了，两人决定离开教室这个是非之地。随后，娜娜心满意足地享用起了零食，她感慨科里依然是最好的。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想吃甜食。原来刚才两人出了教室，科里就示意娜娜把手伸进他口袋，他在口袋里留了一个神秘的空间魔法，可以直接通往科里的零食宝库。此外，科里表示只要娜娜想要吃东西，他就会随时准备着。因为科里给的太丰富，娜娜连午餐都直接省略了。路过长椅，发现有人居然比他更早到达，旁边摆放着几件价值不菲的魔法道具。娜娜立刻断定对方应该是衣食无忧的皇太子殿下，从体型上看也差不多。娜娜上前想唤醒他，结果无论怎样呼喊都毫无回应，于是她干脆掀开覆盖在他身上的外衣，没想到在这里躺下的竟然是斯婉。
看到对方脸色明显变差，娜娜一时间也感到慌张，她还来不及道歉或解释，撕完取回外套，然后又覆盖在自己的脸上。娜娜觉得她这样的态度也算情有可原，毕竟思婉本来就厌恶自己。然而娜娜仍诚挚地向思婉道歉。话音刚落，思婉猛地坐起身来，她遮着面孔，摇摇晃晃地打算离去，结果被绊倒在石头上，摔倒在地，来了个狗吃屎。娜娜突然觉得对方有些可怜，因为憎恨他而承受这些罪过。想到思婉可能还没用过晚餐，她在一旁留下了一个三明治。娜娜还未离去，思婉就气急败坏的狠狠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头。娜娜将这视作思婉对自己的不满，快步离开了现场。晚上，赫斯帮助娜娜做拉伸练习，她深信只要坚持锻炼，再配合伊芙送她的药物，一定能立即长高。但是赫斯却建议娜娜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因为2楼教室的灯没有关闭，他不愿意在做伸展运动时被人看到。于是娜娜让他先在一旁放松一下，然后娜娜更加卖力的做起赫斯无法完成的高难度动作。突然，赫斯问他思婉是否曾经说过什么。惊慌之下，娜娜未能稳住身形，脚下发出了一声咔嚓声，扭伤了脚，剧痛让娜娜难以站立。就在赫斯准备找人帮忙的时，一道身影迅速的从2楼跃下，对方裹着厚厚的衣服，依稀可见脸上泛起的红晕。娜娜顿时感到莫名其妙，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就是思婉。原来我们的娜娜才是真正的万人迷体质，她不仅征服了男主们的心，女主和男主为了争夺她的心竟成了情敌。不久前，娜娜在做拉伸运动时不慎扭伤了脚，受伤严重的她连站立都成为了奢望。就在赫斯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一道身影从2楼飞身而下，尽管对方用衣物遮住了头部，然而这出众的外貌气质让娜娜一眼就辨认出了他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2楼冲出一位赤身裸体的男子，他大声呼喊，要求思婉把衣服归还给他。听到这里，娜娜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信，只是她不明白思婉来的目的。而此刻，赫斯已经猜到思婉的打算，他嘱咐娜娜在此守候，自己去取急救箱。等赫斯离开后，思婉仍无意离开。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思婉终于开口：“递给我脚。”娜娜听后顿时一片茫然，接着思婉又指向了娜娜受伤的地方：“你扭伤了脚，我来给你进行治疗。”娜娜立刻婉拒了思婉的好意，心里却愈发觉得异样。这家伙难道是为了治疗而跳楼的吗？但她立刻劝告自己不要多想，对方甚至讨厌她到不愿看一眼的地步。就在娜娜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，思婉不顾娜娜的拒绝，把手伸向她面前，想象一股圣洁的魔法从手心中涌出。娜娜对思婉的治愈魔法感到无比神奇，她不仅治愈了受伤的脚踝，还连带着把训练1天后的疲惫一扫而空。这股魔力仿佛贯穿了娜娜的全身，直至内心深处。娜娜还未尽兴，思婉就停止了魔法。紧接着，她在娜娜面前解开手臂上的绷带，仔细地将其系在受伤的地方。做完这些后，她在口袋里搜寻着什么，不容拒绝地递给娜娜一些瓶瓶罐罐。仔细观察后，才发现这些全是顶级治疗药剂。思婉留下一句以后注意安全，然后转身离去。娜娜被他的一连串举动吓呆，不理解为何思威对自己如此残酷。正巧赫斯拿着急救箱回来，两人像个陌生人一样，没有任何招呼。直到彼此错过的时候，赫斯才以冰冷漠然的语气开口：“你真是装模作样。”思婉不甘示弱，主动进行回击。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。然而此时，娜娜对这两人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。她将5瓶药水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，眼睛紧紧盯着药水，想洞悉思婉的意图。原本她认为思婉讨厌她，但从刚刚的表现来看，似乎并不是这样。思索片刻后，她觉得这是一种新型的整人方法。思婉一定是有意留下药水供她使用，然后再以数倍高价勒索她偿还。当然，娜娜也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异想天开，于是她打算明天征求他人的意见。第一个参考对象是皇太子，他也觉得思婉最近举止古怪，尽管平日里他总是以欺负他人为乐，但现在的他常常面带微笑。娜娜不理解为何笑有什么奇怪。皇太子转身指着背后解释道：“本来思婉并不爱笑，如今这样笑着折磨别人更让人感到可怕。”皇太子凑近轻声提醒娜娜，让她以后小心。听说思婉正在四处搜集她的信息，然而当娜娜询问科里的看法时，对方却让娜娜不要担心。科里一边为娜娜编织辫子，一边思考措辞。他觉得思婉所做的事情和他非常相似。娜娜完全听不懂科里的言辞所蕴含的含义，希望他再表述清晰一些。听到这话的科里轻轻勾起嘴角，他对娜娜的问题置之不理，转而称赞娜娜真是美丽动人。娜娜拿起镜子，发现科里编头发的手法越来越娴熟。在离开前，科里也劝娜娜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毕竟思婉确实不是善良的人。随后，娜娜又向伊芙请教，对方更是板着脸，命令娜娜离思婉远一些。娜娜简直无语，她根本就没想过要靠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伊芙才松了口气，轻抚娜娜的头，温柔地叮嘱：“思婉是个十分危险人物，如果她跑过来和你说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说着，伊芙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他认为最近思婉的行为过于可疑，认识这么多年，他竟然第一次对思婉感到陌生，言之凿凿的警告让娜娜也变得紧张起来。不料下一刻，口不择言的伊芙被思婉抓了个正着。虽然思婉头戴着可爱的绵羊眼罩，但她所说的话却异常恐怖。要是你再继续信口雌黄，我就提前送你去养老院享受生活。紧紧搂住伊芙的脖子，让她一同前往一旁，以便独自清静一番。望着被带走的伊芙，娜娜只能祈祷她能平安归来。综合3位参考人的陈述，尽管思婉曾对娜娜伸出过一次援手，然而娜娜认为这并不足以改变自己对她的看法。此外，娜娜还深信思婉对自己并无好感，以后必须尽量避开她。然而人生往往不会按照计划进行。第2学期的实践考试依然是魔物讨伐任务，但这次科里和皇太子都无法参与。面对娜娜的质疑，皇太子解释自己的实力非同凡响，受邀参加帝国举办的杰出剑术师考核。科里被召唤去修理学校里的魔法装置，
皇太子抚摸着娜娜的头，表示他也很想和她一起参加考试，可惜娜娜和他终究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娜娜简直要被皇太子的挑衅气死。没想到平时利用高级魔兽欺负皇太子的行为，竟然让他的实力日益精进。随后科里和皇太子都期望娜娜能和思婉一同组成队伍。娜娜从两人的眼神中察觉到了忧虑，她口头答应会尝试邀请思婉，但心里却觉得思婉不太可能愿意与她搭档。很快实践考试正式展开，众人纷纷联合起来组成小队对抗魔物。然而娜娜却孑然一身，随着娜娜挥出锋利的一剑，一只高级魔物应声倒下，得到魔物的内核，预示着娜娜这次考试的成绩不会太差。她将魔核收入口袋，心中感叹皇太子和科里对自己的轻视。娜娜之后蹲在地上缓解身体的疼痛，这几天她因为大姨妈来了有些腹痛，偏巧还患上感冒，身体冰凉异常，因此娜娜准备就地休息，然后等考试结束。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吸引了她的注意。听到声音后，娜娜发现有3人被魔物包围，这3位女生是今年新加入剑术系的新生。娜娜虽然嘴上抱怨为什么要让菜鸟要参加魔物考试，然而她仍然毅然拔剑朝着魔物发起攻击。因有病的原因，娜娜努力凝聚魔力力球，一击必杀。很快魔物就被娜娜一扫而空，3个女生瞬间变身小迷妹向娜娜扑去。面对众人的热情，娜娜有些不知所措。娜娜身体欠佳，未能及时观察周围环境，不知不觉间她已经退到了悬崖的边缘，最终她一不小心踏入虚空摔倒下去。情急之下，娜娜想要施展浮空魔法，然而此刻她的魔力已经枯竭。在绝望时刻，娜娜后悔没有与思婉一同组成团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娜娜逐渐恢复了意识，她奇怪地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疼痛的感觉，耳畔只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。终于娜娜被人叫醒，她下意识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天国，毕竟眼前之人如同光芒四射的天使。然后看到天使脸上焦急颤抖的表情，娜娜突然醒悟过来，原来眼前的天使就是思婉，可为何她要以如此心疼担忧的眼神注视着我？